天氣冷了，發麵困難怎麼辦？今天教你一招，教你正確方法，10分鐘就發好，方法太棒了！大家好，這裡是百變小廚房。首先，我們準備2個小碗，碗裡面分別倒入適量的清水，接着往其中一個碗中加入5克酵母粉。我這裡用到的是發麵旺，家裡面沒有發麵旺的，你就用酵母粉，它是一樣的。接着再加入10克白糖，然後用筷子充分的攪拌均勻，讓酵母和白糖充分的混合在一起。如果你用到的是酵母粉，那麼我們攪拌均勻之後，你得放到一旁讓它鲜，這樣可以充分的激發酵母粉的活性。後期的話，麵團就更容易被发起来。那我這裡用到的是发麵旺，咱們直接攪拌均勻就可以了。接着往裡面加入1勺豬油。將豬油也充分的溶解在這個酵母粉溶液中，充分攪拌均勻。发面的時候，我們加一點點豬油，可以讓发出來的麵團特別的細膩光滑，做出來的包子饅頭也更加的鬆軟好吃，也更加的鬆軟雪白細膩。把豬油攪拌至完全溶解，先把它放到一旁備用。另一個碗中準備家裡面的白醋。白醋不需要太多，加入一點點就可以，這麼一點點就可以。繼續攪拌均勻，讓白醋和我們的溫水充分的混合均勻。那麼咱們加了白醋之後，可以促進酵母粉快速發酵，這樣就可以讓麵團更好的快速的發起來。攪拌均勻後也放到一旁。現在我們準備2斤麵粉，接着往裡面加入2克食鹽，20克白糖。不喜歡吃甜的，這裡就不要加白糖了，因為我們家孩子喜歡吃甜饅頭，所以說我這裡就加了白糖。不喜歡吃甜的，咱們加入2克食鹽就可以了。接着用筷子攪拌均勻，加入食鹽可以增加麵粉的筋性，讓我們做出來的包子饅頭吃起來更加的鬆軟有嚼勁兒。而裡面加白糖主要就是為了增加味道，如果你做包子的話就不要加了。如果你喜歡吃白面饅頭也不要加了，如果你喜歡吃原味饅頭也不要加了。因為我們家孩子喜歡吃甜的，所以說我這裡就往裡面加了我們的这個白糖進來，然後分次多量的把我們剛才調好的這個豬油酵母水加進來，一邊加一邊用筷子攪拌，千萬不要一次性全部加進來哦。很多朋友平時发面都是直接把酵母或者是发面旺直接放到這個麵粉裡面，那樣的話不利於我們麵粉快速發起來，而且呢發出來的麵團沒有那麼均勻。所以說想要發出來的麵團更加均勻，建議大家先把我們的酵母或者是发面旺放到我們的溫水裡面完全溶解，讓它充分的激發出活性之後，再倒進麵粉中，這樣可以讓發出來的麵團更加的均勻，而且呢发面的速度也會更快。酵母水加完之後，我們把剛才的白醋水也加進來。這個白醋水我們也完全加進來。剛才忘了給大家說，咱們所有麵粉和我們這2碗水，它的總比例是2比1，也就是我這裡用了2斤麵粉的話，那麼就要用夠1斤的水。然後把我們的這個麵粉攪拌成大麵絮狀。很多朋友在擔心我們加了這個白醋水進來之後，這個麵團做出來的包子饅頭會不會發酸？你想多了，不會發酸，因為我們的白醋它就只加了一點點，半碗水就只加了1-2滴，攪拌成這種的大麵絮狀。現在下手，把筷子上面的麵粉取下來，然後將它揉成一個麵團。想要饅頭做出來軟硬適中，好吃有筋道，那麼我們揉的麵粉也必須軟硬適中，比例一定要把握好。水和麵的比例是1比2。當然，不同麵粉、不同品牌，那麼它的產地不一樣，吸水性也完全不一樣。那如果我們在揉麵的過程中發現這個麵團比較硬的話，那麼你就可以再適當的加一點點水進來。如果覺得太稀了，那麼就再加一點點麵粉進來，這些都可以在我們揉麵的過程中去微微調整一下的，無傷大雅。那麼在揉的時候，我們的手一定要用勁兒去揉，這樣才能把它揉光滑。
到时候做出來的饅頭就更加的光滑細膩。將麵團先揉成這個樣子，然後蓋上鍋蓋，把這個麵團放到一旁醒發5分鐘的時間。5分鐘的時間到了，可以看到鍋蓋上面都有一層薄薄的霧氣了。現在把鍋蓋揭開，揭開之後，你能看到鬆弛過的麵團它變得稍微柔軟一些。這個時候我們再來揉麵，就可以很輕鬆的將它揉光滑了。看，像這樣我們的麵團就揉光滑了。現在用手給它稍微整理一下形狀，讓它看起來更加的圓潤一些。整理成這個樣子就可以了。現在咱們把保鮮膜蓋上，將它放到溫暖的地方去醒發。如果你家裡面的室溫比較低的話，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熱水鍋裡面去醒發，水溫大概在40到45度的樣子，千萬不要太高，太高的話会把裡面的酵母燙死。像我們家的室溫现在是26度多，放到室溫下面的話，20多分鐘就能醒發好。那麼放到我們的微波爐裡面調到40，那麼放到我們的溫水裡面10分鐘就可以醒發好了。來，時間到，现在我們把保鮮膜揭開，看一看這個麵團發的是不是一下子大了很多倍。為了防止麵團沾手，我在手上面塗了一點點食用油。那麼如果你也害怕麵粉沾手的話，也可以像我一樣塗一點點食用油在手上面。這個時候我們來看一看這個麵團，哇，裡面全是絲瓜網組織，看到沒？特別的好，特別的蓬鬆，這個麵團發的特別的棒。像這樣我們的麵團就已經完全醒發好了，看一看，這也太棒了吧。接着我們再把這個麵團反復的去揉一揉，將裡面的氣體充分排乾排盡，多揉一會兒。我們平時不管是自己在家揉面團做面条也好，或者是烙個餅啊，做個包子饅頭什麼的，我們都需要把這個面團充分的揉一揉，把裡面的氣體你覺得排空了，就是揉起來沒有像揉在海绵墊上的那種感覺了，這說明這個面團已經揉好了。現在我們把它搓成長條，像這樣搓成長條後，現在我們用刀把它切成一小份一小份的。我這裡切成了7等份，然後將面剂子一個一個的再以這種往內收的方式將它揉均勻。像這樣揉光滑之後，我們再給它稍微整理一下形狀，整理圓潤。那麼咱們以今天這種方式發出來的面團，不管你做包子饅頭還是做其他的糕點，都特別的好吃。這樣整理圓潤之後，咱們撒一點點麵粉在上面，底部也要裹上麵粉，全部給它塗上麵粉，像這個樣子。塗抹好後，我們把它放到冷水蒸鍋裡面，做好後全部擺入蒸屉，接着蓋上鍋蓋，直接開大火，把鍋裡面蒸開，蒸上氣後再蒸上20分鐘的時間。這個時候我們就已經蒸了20分鐘時間了。把火關掉之後，立馬把鍋蓋揭開，但是一定要注意揭鍋蓋的時候，鍋蓋上面的水不要滴在饅頭上面了。看一看這個饅頭是不是特別蓬鬆暄軟，每一個都白白胖胖的，圓鼓鼓的，我們說是不是特別柔軟，每一個都是白白胖胖的。現在這個饅頭有點燙，給拿一個出來給大家看一看，看一看这個是饅頭的底部，這是饅頭的表面，是不是每一個都像打了水光針一樣，特別的光滑，就是有點燙手。看一看表面的這一層皮，也可以很容易把它撕下來，甜甜軟軟的，非常好吃，是不是非常的蓬鬆？用手捏一捏，立馬就會彈了。掰開裡面看一看，哇，是不是氣孔組織非常均勻？所以說呢，今天主要給大家分享了咱們發面的一個技巧，輕輕鬆鬆讓你發出來的面組織蓬鬆柔軟，而且不管是用來做包子饅頭都非常的好吃，有彈性，而且有嚼勁兒。那麼喜歡的朋友你也可以收藏起來試一試。當然如果你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的话，也可以把你的方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让更多的人受益。那麼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這裡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